娘，来喝茶。你去七秀司可有见着什么熟人没？看见了呀，就是那个一脸坏相，当初从老爷身上搜出银子那个大傻瓜。啊，还有一个圆脸大胖子。姑娘，大姑奶奶又来了，还把宋家男人也带来了。这大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！上回在老祖宗屋里叫得满院子都能听见，今儿像个没事人一样，还能领着人上门。上回没要成人，肯定不死心。我看纸姑娘已经进去了。这儿到底是个姑娘，还是晚辈？怕是要吃亏。走吧，既然贵婿登门，咱们做媳妇的也该帮着带一带客。哎，你就别去了，免得气出个好歹。回去吧。侄儿你在正好。上回我来呀，是想抬你房里福东那丫头进门做姨娘的。今日你在，正好做个主，让她现在就过来，也让你姑父呀仔细瞧瞧。前几日倒是在你家铺子里匆忙见过一面，人多，瞧得不大真切。姑母，福东正在厨房里忙，恐怕不得空。不过是一个丫头，竟被你们当宝贝疙瘩似的供着，现在连见一见都不行了。这是哪里的话？这福东啊，是我母亲买来的。若是姑母想买了去，我总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吧？我来给姑母算笔账。福东单说这个月就做出了7样点心，刨去用料工费，每日能挣个15贯左右。这1月下来就是450贯，还不算以前做的点心。若是姑父想要纳她入门，再怎么样也得拿出1年的力来当聘礼，这生意才好谈啊！你一个小姑娘家的，张口闭口都是钱，你就不怕败了我们花家的名声？哎呦，大姑奶奶这话说的，我们花家如今啊，还有什么名声啊？除了靠着几间铺子日进斗金，其他一概没有了。大姑奶奶来我们家可要小心呐，千万别连累了你们的声名，还有清白啊。照理说呢，这姑奶奶的事儿，我们当儿媳妇的本不该插嘴。但是姑奶奶有一句话说的不错，千万不能坏了花家的名声。这让侄女的人去给姑父当小妾，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成了皇都的笑柄？大姑奶奶有所不知，福东虽然是侄儿的人，可如今已经烧了气，是自由身，硬气得很。莫说你呀，连我也管不了他呀。真是一出好戏啊！这就是你嫡长女的脸面。程总，程总，放开！哎呀，要扶您起来吗？哼！母亲，你看看这一屋子的人，竟欺负我一个呀！你们害死我了！好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现在整个花家是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当家做主了，是吗？竟让我这个大姑奶奶没了立足之地。行，那我走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风光到几时！一门的势利鬼！程祖，都回吧，我乏了。给三婶
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二姑奶奶给的，日子都过成这样了，还惦记着老夫人呢。三婶，你同我说说，这二姑奶奶到底是怎么了？年轻的时候有眼无珠，嫁了个畜生，每回回来衣裳里都是伤。是那杨家人干的吗？我去问问。哎，傻丫头，你别去。哎呀，她要面子，而且只有随安一个孩子，这家丑外扬，随安还怎么念书啊？她自己不愿意争，咱们干为她着急也没用啊。你给她捅出去啊，反倒让她为难呢。柏林，你过来。姐，三婶子，这些钱你拿着。你同随安相熟，又知道他的身量，你去给他买一些衣裳鞋袜，你就只说是你娘做了，但是长短不合适才送给他的，明白了？去吧。这丫头，我看你是越来越有样子了。与人通奸是什么罪名啊？大姑奶奶饶命啊！大姑奶奶，杨掌柜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把我们华家放在眼里了。大姑奶奶饶命！大姑奶奶饶命！大姑奶奶，你饶命啊！万万不能将此事说出去，三妹知道，一定会杀了我的，我就没命了。大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姑奶奶。大姑奶奶，大姑奶奶，罢了。说到底，我们也都是花家人。如今发生了这等事，我自然是要救你的。若想活命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钟叔，那个二夫人在家吗？二夫人一早就出门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嘿，哎，你干嘛的？哎，你晨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宇宙洪荒，寒来。李哥，李哥吃点心喽。来，李哥，先吃点儿，一会儿再写啊。看这走线都是歪的，直着点儿。呀，钱姨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姑娘可在房里？呀，大姑娘一早就去西山看苹果去了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不前些日子刚发了点月钱吗？我给大姑娘买了一些小玩意儿，想谢谢她这些日子照顾我。姨娘可真是有心了。那您给我吧，我回头交给她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我还是想亲手交给姑娘才好。那我不知道她几时回来呀？您若是等得了，就在这儿等会儿；若是店里边还有事儿，您就给我，我回头一定告诉姑娘是姨娘给的。谢谢。那我还是等一会儿吧。行，坐啊。哦，不了啊！你忙。这对吗？
我吃坏肚子了，我想上工房。姨娘，你若是疼得厉害，就回西院上去吧。来不及了，我疼得厉害。不能上西院上，二夫人跟伯里在呢，万一出事就坏了。姨娘，那头呢？哎，真是个职场的，跑得还挺快。可不是嘛！快看我新绣的虎头鞋，也不知道四夫人肚子里是个姑娘还是哥。大姑娘为了这个家，耗尽了心力。秦姨娘坏了规矩，自然不能留在府里。如今是我当家，该由我说了算。这越秀小馆如今是咱们的大主播，那掌柜的向我讨了好几次，要一个机灵的人。我看秦姨娘就正合适。秦姨娘，你在姑娘房间里边做什么呢？藏的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，我看看，我没有。你快来人呐！快来抓贼呀！快来人呐！快来抓贼呀！有人偷东西！你别想走，给我站住！快来人！赶紧的走！出什么事了？啊，姑娘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他今日就在那儿鬼鬼祟祟的，借着出宫的机会来你房间里边偷东西，偷的还是这个。你说你偷它干什么呀？你都穿上了。秦姨娘，你偷这个做什么？大姑娘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是我伤了心。大姑娘，出什么事了？报夏听错了，没什么事儿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把门带上。没事就好。您跟我妈客气什么呀？都散了吧啊！大姑娘，你为何不叫他们把我报官？秦姨娘，偷肚兜的办法必定不是你想的，谁教你的？是大姑奶奶。大姑奶奶？关大姑奶奶什么事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若在这儿信口栽赃，我真带你去报官啊！先让他说完。他说，我要是能把姑娘的肚兜交给他，通奸之人就变成了姑娘。通奸？别让人听见。说他能偷什么呀？偷什么？看什么呢？一个个的没活干啊！回干活去。你这话说的倒是蹊跷了。什么叫做通奸之人就变成了我？谁是这通奸之人？是我。秦姨娘，你把这事情的首尾明明白白的告诉我，若是能担，我跟你一起担；你若还是瞒着我，那水里火里你自己去。你想明白？我都说，大姑娘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呀，大姑娘。原来是这样，他竟设计了这样的毒计来害我。我家姑娘还是未出阁的女儿家，若是真被你跟大姑奶奶陷害了，你让她以后怎么活呀？你这是让姑娘死啊！不行，
你现在就去跟老夫人跟我说清楚。放下，你跟我去见老夫人去，走走走，快点。不，我不去，走，去找老夫人，去找老夫人去。我不能走，我不能去。大姑娘，大姑娘，大姑奶奶说了，我要是不能把豆豆交给杨掌柜，他就定会把此事闹传的，让我活不成，说都活不成，又何苦让我是老夫人呢，丢尽颜面呢？更何况孩子还在家里呢。先别哭了，这事情总有办法的。还有什么法子呢？是，哎，高香，拉住他！哎，娘，娘。快拿绳子来！来人！娘，快来人，救救我娘！娘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呀你自己干下这么羞耻的事情，以后母女俩还怎么见人啊？娘，是娘对不住你，我死了你就清静了，你连脸都不要了，羞耻的丢尽了，还怕活着吗？你死了闹干净，我和婆离可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活呀？娘，你别死啊！一哥，我不想要你死，娘。你叫我什么？娘，你别死了，我不想让你死。哎，孩子，娘的心头肉，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我娘这次是犯下了大错，可是她这许多年还有何曾好过我？我知道，我猜得出，但凡外面有人对她好一点，她肯定就会想到这个当。这姐姐，你就看在我和伯里的份上，就饶了她这一次吧。我何时说了不让他？我的孩子。迎春，我吩咐你的事情都交代好了吧？嗯，方才在场的丫鬟和护院都交代过了。李哥叫娘的事儿绝不能让二夫人知道，谁敢泄露出半个字儿，立刻撵出去。青姨娘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什么你跟杨掌柜才相会片刻，大姑奶奶就会知道？说来也怪，平日里我酒量不错的，那天我就喝了一杯就倒下了。怕是那酒里有什么东西。那个畜生，他算计我，他是个不得好死的东西。干嘛呀？哎，谁说贼了？谁说贼了？我不是贼，我是掌柜。那就是你。哎呀，打错人了，我不是贼呀！哎呀，我不是贼，我不
姑娘，我不是怎样搞错了。好啊，你个贱人，你下车让我钻了你！你还你个狗东西！你狗东西！杨有德，你私闯主家偷窃财物，潜逃之时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不过呢，我就先不报官了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也不想惊扰他人，先带回柴房到天亮。说不定这天亮之后啊，咱们杨掌柜就畏罪自尽了。呀，那死在屋里边得多臭啊！直接扔了吧，姑娘。虽然到时候咱们花家得担一些干系，但毕竟是失窃的苦主，也情有可原。再说了，咱们家那么大的罪都犯过了，这小小的逆贼死在家中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算不了什么呀。想明白就给我从实招来，不然让你死得不明不白。带回去。大姑娘，我保证，我说的句句属实啊。那既然是大姑奶奶设的计，你那些药又从何而来？也是大姑奶奶给的。她相公不是开生药铺的吗？要什么药没有啊？所以这些药祖母要一直用下去，是不是？咱太母不能生气，生气的话吃药也吃不好。姑娘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大姑奶奶又来了啊！芍药，你拿着这些药去厨房，告诉福东怎么煎啊！我看他那神气跟发了疯似的，我们好几个人拦他都没拦住。在哪儿？往老夫人房间去了。哎呀！你看看我的脸，啊！你再看看我的手，都是你家花纸那个小贱人挑唆我家官人打的我。大姑奶奶，你自己做下的孽，同老夫人在这叫嚷有什么用啊？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大姑母，你有什么事情同我说，祖母身体不好。怎么？你还怕让老夫人知道你干的好事儿啊？你能干出来，你还怕我嚷出来啊？华夏叫人。慢着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。近几日，这府里上上下下鬼鬼祟祟、嘀嘀咕咕、哭的哭、闹的闹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瞒得我密不透风。芷儿，你说。祖母，等大姑母回家以后，我再慢慢同你讲。怎么？当我面你还没脸说了？行，那我说，娘，闭嘴！娘，你家姨娘吃了春药，同越秀小馆掌柜的通了奸，让我拿了个正着。她为了栽赃嫁祸，去偷人家花纸的肚兜，结果没成想笨手笨脚的没偷成。你这孙女儿啊，年纪小，心肠倒是歹毒，伙同那贱人使了仙人跳，把人家掌柜的绑来严刑拷打，叫他攀咬我家官人，私贩春药。我说的您听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您的好孙女儿。祖母不是这样的。芷儿，你的人品行事，我从不猜疑。我只是没想到我辛辛苦苦诞下又亲手养大的女儿，竟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儿来。也好歹托，你们若真的得逞了，你让你的侄女怎么活？你还知道她是我侄女啊？那为何不曾替我考虑考虑啊？我不过是要一个丫鬟，猫狗一般的玩意儿，她给我推三阻四，让我在宋家没了脸面，没有了立足之地。若不是你们带累，我何至于在宋家受尽如此折磨呀？啊！你看看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们一个都别想好过！如此说来，是我做了孽。
把你宠成如此这般骄横。我骄横？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老太婆，事到如今，是你自食恶果。把祖母带下去休息。是。现在这花家所有人都拿你这蹄子当救命稻草呢，是吗？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！不要以为你们用一点小手段、小伎俩就可以东山再起了。你们把我一人推入那死地，自己关起门来美滋滋的过日子啊！既然你们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，那我今天还把话给你们撂在这儿了。我姓花，只要我活一天，我就会诅咒你，诅咒你！我诅咒你们所有人，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等到团圆的那天。老爷子早就该死了，你这老太婆也应该先去阴曹地府去趟趟路。你想是什么？混账！给我滚！都给我等着！祖母，你快去叫大夫，你去把芍药找来。不是。